一只6指马爪按下按钮，外星人全面入侵地球。这是造物主在侵略其他星球时使用的特殊武器。随着一股奇异的能量扩散开来，凡是受到波及的有机生命全都转化成了变形金属材料。而造物主毁灭其他星球，收集这些变形元素，最终创造出了另外一种机械生命。6500万年后，一支勘探队在北极挖到了数只机械恐龙。这一发现将彻底改写地球的历史。自从那场惨烈的芝加哥大战结束后，汽车人虽然成功打败了霸天虎，但他们对城市的破坏也让人类产生了敌意。于是中情局成立了一支猎杀小队，对变形金刚展开了无差别猎杀。一时间，汽车人和霸天虎全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，就连汽车人的领袖擎天柱也不见了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军方开始清理战争留下的外星科技，而一些平民百姓也靠着售卖外星武器赚得盆满钵满。这天，一个穷困的机械爱好者马克花150块钱买了一辆报废的卡车车头，经过维修通电后，他惊讶地发现这竟然是受伤藏起来的汽车人领袖擎天柱。此时，猎杀小队已经通过卫星锁定了擎天柱的位置，他们迅速包围马克的房子，并控制了他的女儿泰莎。为了不牵连无辜的人类，擎天柱不惜暴露行踪，带着马克一家冲出了重围。眼看一味的躲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于是擎天柱使用电台呼唤汽车人集合。当传说中的领袖发出集结令，四处躲藏的汽车人总算看到了希望，他们迅速集合，开始商量对策。自从擎天柱消失以来，都是大黄蜂在指挥汽车人躲避人类的追杀，单凭猎杀小队的力量还不足以威胁到汽车人的生存，但人类竟然联系上了赏金猎人禁闭，他们联手四处捕杀变形金刚，最终全都送到了 KSI 研究中心。为了弄清楚对方的目的，众人决定立即前往研究中心，他们要寻找一件东西，这是宇宙中最罕见的金属材料，它可以在任意的物质间转换，并变成任何想要的东西。疯狂的科学家史丹利通过研究变形金刚在地球上留下的碎片，掌握了制造变形金刚的核心技术。接下来，他打算借此生产出人造变形金刚。按照擎天柱的外形，史丹利设计出了第一个变形金刚惊破天，但是他怎么看都像是威震天啊！见此情形，史丹利开始折磨玻璃箱里的小霸天虎。马克已经成功潜入了研究中心，看样子史丹利还设计了一款跟大黄蜂很像的变形金刚毒刺。就在大黄蜂拿毒刺撒气时，马克已经溜进了公司的机密区域。他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解救护车，而得到的碎片全都被制成了生产人造变形金刚用的变形素。很快，马克的身份就被发现了。虽然他跑得挺快，但还是被保安团包围。大黄蜂得到消息后，立即换上一身限定皮肤，跟随擎天柱攻进了公司总部。在强大的实力碾压之下，他们轻松救出了马克。临走前，直接还警告史丹利做人不要太高调。等擎天柱离开之后，史丹利立即命令手下激活了刚刚组装完成的惊破天。趁此机会，他还可以向买家展示一下自家产品的威力。由于采用了全新的变形方式，一般的枪炮无法对惊破天产生有效的伤害。然而史丹利很快就发现对人造变形金刚的控制。就在惊破天跟擎天柱贴身肉搏时，一发导弹突然袭来，把擎天柱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惊破天伸出100米大炮，一发击穿擎天柱，擎天柱重重砸在地面，彻底熄火。随后，禁闭召唤出运输机，把他送进了自己的飞船。看着倒在地上的擎天柱，禁闭得意地介绍起自己的藏品来。这艘飞船原本是圣殿骑士的科研船，如今被他占为己有，并改造成了最森严的监狱。禁闭已经收集到所有的骑士，现在就差擎天柱了。他将带着这些收藏品去跟造物主交差。随后，禁闭把金属炸弹交给猎杀小队，作为对方协助抓捕擎天柱的报酬。在完成双方的约定后，他将启动暗物质引擎，永远离开地球。然而，马克等人已经顺利潜入了飞船，他们不仅救出了擎天柱，还顺带偷走了禁闭的货舱。有了这艘飞船，汽车人就可以离开地球了。但擎天柱始终搞不明白人类为什么要攻击他们。一只小霸天虎解答了他们的疑惑。威震天虽然只剩了一颗脑袋，但意识数据却还在。于是他给了史丹利想要的东西，而史丹利则给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身躯，以及一支人造的变形金刚军队。接下来，威震天变成了惊破天，将引爆金属炸弹，获得更多的变形素，进而打造一颗全新的赛博坦星球。听到这，汽车人立即出发，前去夺回金属炸弹。此时，史丹利也意识到了威震天的阴谋，他拿上金属炸弹，立即逃往了分公司。但人造变形金刚数量众多，就算有汽车人的帮忙，也有些力不从心。关键时刻，擎天柱释放出了监狱里的古代种，钢索摇身一变，转换成了霸王龙形态。虽然这家伙又大又会喷火，但实力却跟体型不成正比。但擎天柱只用了一招，就打断了钢索的下巴，一脚踏着龙脑袋，霸气侧漏。钢索一听到家人这2个字，立马来了精神。一旁的古代种眼看老大被轻易驯服，也当场认了锁。汽车人们骑上拉风的坐骑，快速向主战场赶去。此时，率先赶到的汽车人已经陷入了苦战，幸好探长浑身上下都是武器，才勉强顶住了敌人的攻击。他丢下一颗大鸡蛋，让光头拉开引线。慌忙之下，二人将大鸡蛋递回探长。大鸡蛋丢出，成功报销2个敌人。就在探长用尽最后一颗子弹时，擎天柱终于赶到了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形势瞬间逆转。现在他们必须尽快把金属炸弹送到安全的地方销毁。此时，禁闭已经发现擎天柱逃走了，他启动飞船的磁力系统，将地面的金属元素全都吸到了天上。眼看
像古代种也要被吸进去。关键时刻，擎天柱一枪打爆引擎，这才化解了眼前的危机。见此情形，禁闭亲自下场，准备彻底结束战斗。单论格斗技巧，他根本不是擎天柱的对手。可是看到马克被公司老板威胁，擎天柱一分神就被禁闭定在了墙上。幸好泰莎及时赶到，把骑士剑拔了出来。擎天柱顺势一个翻身，用圣剑刺穿禁闭的胸膛，将他一分为二。地球的危机终于解除了。只见擎天柱一飞冲天，这次他要去宇宙里揪出幕后的主使者了。